Hello，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请你留意，就是老天要给你的讯息，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练习这几年呢，有一段日子，我对，就是念，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在寻求心灵上的平静的时候，可能他心中都会默念一个词。那有些人是念什么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六字真言呐、还有就是其他可能一些小咒，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我自己是这样子，就是我念阿弥陀佛没有什么感觉，那在念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点点很奇怪的说不上来的那种感知，所以我就没有去念它。那有念一小段六字真言，那念偶尔才念啦，但是没有，是念在心里面。有一回合我去，以前比较会去庙里面拜拜哦，就是还没有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去庙里面去寻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平衡，或者是一些答案。有一阵子超爱去庙里面，可能去跋杯啊，然后去求个诗签，然后如果能够解读一些当下的状况，就会觉得哦，对我就是应该要照着这样的照着诗签的方式去做，或者是说哦，诗签给我什么方向。那有一次我去拜拜的时候，我通常去拜拜，去拜那个观世音菩萨，我都会带那个香水莲，就是它的那个庙口啊，就会有卖香水莲，那我就会只要我有去拜，我就会买香水莲。那就有一次呢，他就那一天也不知道，老板就是在卖花的时候就会给买花的客人一个小纸条，然后呢，小纸条就上面写的就是一个小咒，就说我可以念这个。那我就看了一下，哎，我对这个小咒并不是我看不懂，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小咒，那个是10个字的小咒，是嗡波拉莫尼陀尼娑婆诃。然后我就问老板说：“那前面那位小朋友拿的也是这个小纸条吗？”他说：“哦，没有，不是，是他有他的小纸条，你比较适合念这个。”所以我就没有想太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个小咒特别有感觉，所以我就当时是把这个10字的小咒呢，把它夹在我车子的那个挡阳板上面。我就是只要开车上车看到就念一下，然后等红绿灯也会念，塞车也会念，一直到刚开始我背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要看到那个字我才会念。后来等到那个心里面都已经非常的纯熟了，就发现我不需要那张纸条来提示我，然后念，你越念我就越心情觉得愉快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答案吧，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小咒？这是在念的，这是同时间做的练习。那有一段日子呢，我会去九华山、潮山，然后潮山的时候呢，就是三步一跪嘛。那三步一跪，就是几乎都是在帮身边的朋友祈求平安顺利、健康，就是每跪拜一次都是这么求。比如说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然后只要接近我的人呢，都能够顺心啊。在有一次去草山的时候呢，在某一次的
跪下去，眼睛闭上的时候，我看到一双眼睛在看着我，非常清楚。他还戴着帽子，然后我就而且那个帽子是尖的，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觉得很纳闷啊，接下来的朝山每一跪都看不到刚刚那双眼睛，所以我对那双眼睛就产生了好奇。于是我回来上网去查哪些神明有戴帽子，然后可是我上网查呢，我查不到什么一个所以然。可是这件事我放在心上，在有一次我跟我去代课，然后代课的同事呢有介绍我去一个就是他平常有去练习的或是静心的一个精舍吧，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现在不太进精舍，所以我只是因为他很好心想跟我分享，我就跟他去了。那就逛着那个精舍，当然是很殊胜啦。但是因为时间上我也没办法配合到他们那些作息，所以我就婉拒了。可是，还是有在当下逛一下那个精舍的神像啊什么的。突然我就看到一个，在那个精舍的左边有一个神明，就戴着帽子，而且就是我在那个朝山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双眼睛，我突然亮了起来。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神明，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就是可能比较会接近到的，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嘛，然后我就问一下我那个同事说，请问一下这个神明是哪一位神明？这样有点不礼貌，可是我在找答案，所以他跟我说他是地藏王菩萨。那我就说啊，原来是他。然后我就说哦，我就跟我同事分享我在潮汕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幕。我说我找他找好久了，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啊，原来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蛮开心，因为已经解开我心中一个答案，我就是知道哦，原来出现画面的人是谁。然后呢，说也奇怪，就是我教的学生里面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是教钢琴的，所以我手边上有很多的学生，小孩学生、大人学生。然后呢，就有一次我们就聊到这个故事，然后我跟他聊我心中常常会念的小咒，然后我就说，不知道，因为我那个学生哥哥比较懂什么佛法啊什么的，我就想说我来请教他。我说我常念这10个字的小咒，你可以帮我问你哥哥是什么意思吗？有意义吗？然后我就说，后来我那学生很热心，他帮我就是请他哥哥写了一小篇这个小咒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这10个小咒呢，好像是就是地藏王属于地藏王菩萨的小咒。这个小咒的意思是说，就是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往上提升的，就是愿意去帮助他们。地藏王菩萨的愿望就是只要在地狱里面，只要可以度他的，绝对不会放弃，不轻易放弃就对了。那我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一连贯都是有关系的。我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念这个？然后为什么我会看到眼睛？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的去帮助人家，希望对方可以好，比我好都没有关系？原来其实都是冥冥之中都有牵引着。那因为这样的牵引，我更明白我的使命。那
就是从这一系列的小小的事件呢，就是希望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讯息给你们想要表达什么，不要因为可能当下找不到答案就放弃了。它每一个事件发生都是必然的，点会连成线，线会连成面。如果你能够贯穿这些所有的讯息，你会知道你练习完之后你的使命是什么。不一定每个人跟我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别的使命。那我从这样的蛛丝马迹更可以证明说，哦，这个是我将来未来可能会持续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会越做越快乐，而且在这样的帮助他人过程当中，我自己也不断的提升。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老天在给你讯息的时候呢，你不要轻易漏死掉。那如果当下找不到没有关系，先搁着，但是放在心里，不要忘记。然后如果你持续的相信而且前进，老天会告诉你所有一切你想要的答案，还有告诉你，当你练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使命会越来越明显，让你自己清楚知道。了解吗？今天分享到这，拜拜 ，I love you。